好了，来看看今天我狼再次时隔十几天左右，我狼再次给大伙带来一个超级玛丽的速通国内的这么一个平台记录。这个速通记录呢是打破了之前的19分钟20秒现在是19分钟15秒也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行号 OB 之前我也说了他两个的记录呢都是19分钟20秒。但是呢，就是短短的4天过后他就是打出了一个将近5秒钟不是将近就是5秒钟的时间，他的记录呢就是19分钟15秒，而这个 TAS 的这个速通记录呢是19分钟以内，18分钟多。你不要小看这十几秒钟的时间，比如说这15秒，或者说是其他的时间，不要小看它。但是也确实是感觉就是快几秒钟而已，但事实上确实是很多的细节不一样，毕竟还是 TAS 嘛。然后在这里面呢，跟大家伙讲一下这里的速通呢是全图速通，它并不是跳关速通。如果是跳关速通的话呢，就是5分钟之内就能直接对吧？1-1-1-2，然后这个4-1，然后怎么就8-1，然后8-4，就通关了，大家伙都了解吧？而这个19分钟15秒这个全图，一定要从第一关的第一小关打到你，比如现在是1-3，就是要打到1-4，然后呢2-1、2-4，然后3-4、4-4-5，最后到8-4，一共是对吧？一共是4832关。这32关呢要用19分钟15秒钟速通。除了对这个游戏了解之外还是练这个熟练度和自己的这个基本功。像这种游戏呢，虽然说跟现在主流的这个马里奥制造可能是比不了，因为马里奥制造呢，毕竟它还是对吧？它还是一个这个以挑战为主题的以挑战为主题的。像这种竞速的呢，主要还是基本功，因为游戏本身没多大的难度，它难就难在我要快我要快。这里面呢，我们看一下好，这个玩法你们看不看见我最开始呢解说的时候呢是有一定的解说的这个傻逼的时候，什么呢？就是最开始咱们不理解为什么不直接跳过去，要把这个库巴打死。这个库巴不死你这个如果库巴不死，你把那个钥匙对吧，给那钥匙拧了，这样的话那个桥就可以噔噔噔噔噔，然后把这个库巴掉下去。这个时间是要浪费的，你还不如对吧快速急活把它打死。你可能打死他用1秒钟、1秒半到2秒的时间，但是呢，如果你要速通，对吧？你把他打死，总比那个桥他那个要好。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跑酷的过程当中呢，上一次解说的时候，你们也知道是中间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这个放了一个炮，还是放了3个炮，我忘记了。它的那个 time 就右上角那个时间，这个时间呢，你看从400秒呢迅速的往下减，但是你也懂的它这个时间跟咱们的时间不一样这个它的时间比较快，咱们的秒数比较慢。在马里奥的世界里面呢，咱们是这个路子你们也看清楚了。那时间到底是在哪节约的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卡住时间的136，它会放炮。如果你不是136的话，就不会放炮。而这个感觉放一个炮好像没什么的感觉，是不是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件事就说到这里面跟大家伙说一个冷知识说一个冷知识。这个大家伙都知道这个对吧？时间每一个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运动的话，对吧？相对于静止的人来说，你的时间跟他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虽然说你们会觉得扯犊子我们感觉时间都是一样的但是是你感觉但是事实上呢，你们两个时间呢是各自不同的比如说像这个时间，马里奥的时间呢就是7、6、5、4、3、2、1，但是现实中咱们的秒数呢没有这么快。这个说明呢，这个有很多种比如说像这个引力比较质量比较大，引力比较大，它的速度快，那么它就时间过得比较慢。像咱们，那它这个马里奥的世界呢，可能是比较这个对吧？引力也好，还是说它的这个速度也好，可能比咱们要慢咱们速度快这样的话它就时间比较快。然后你看这个合金弹头就不一样，合金弹头那个时间就不一样了。这里面呢有这么一个测试的定理，叫做光速不变原理，对吧？无论你是直接观察光速，还是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观察光速，光速是不变的所以说这个它不变，就说明时间加长了。好，直接就是把库巴打死，它的时间被拉长了所以说每个人时间都不一样。马里奥的时间、恐龙快打的时间都比较相像，都是相对于咱们现在的时钟比较快。然后呢，这个合金弹头这就比较慢。
相对于一样的时间呢，比如像什么《三国战记》啊，这个秒数看起来就差不多啊，跟现实的秒一样啊。不是我忽悠啊，这都是实打实的嘛。你看那个最开始这个原子钟，把这个原子钟啊放到什么呢？放到这个太空站上，然后又把这个原子钟放在地球上，然后经过2年之后拿下来，他们的这个时间是有误差的啊，他们时间是有误差的。还有就是咱们看那个《星际穿越》里面，《星际穿越》里面这个它那个《星际穿越》里面最后那个黑洞边上不是有星球吗？这个未来的可能是未来的这个更高维度的这个人类啊，这个把这个对吧？把这个虫洞打开了之后，你穿越虫洞之后，跑到一个黑洞面前，黑洞边上有一个星球，你到那个星球上之后呢，可能你在上面待了20分钟，但出去可能就是20年啊，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在那点儿就是时间过得非常快，然后你出来之后，可能按照地球的时间啊，按照地球的计时时间就是20年，对吧？这个你们也看过吧？这时间不一样是可以用科学解释的啊。对的，你比如说游戏时间不一样，这很正常啊。比如说马里奥如果穿越到了合金弹头里面，他会懵的，对吧？他说你这个时间怎么来的，对不对啊？好，这样的话，我们看看啊，这个，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放炮啊，3-4，这已经到快一半了，你看没看见？但是越往后啊，就第7关和第8关都有迷宫，据说啊，第7关的迷宫啊是最难的，所以说你懂的啊。小狼别在乎杠精，好，直接回身追着打死啊，这个路子很牛逼，但是这个。哎呀，这个魔物公主为什么戴帽子还要拿手拽着帽子啊？逼逼赖赖的啊！三国比现实慢吧，反正也差不多吧。我没算过，我只是说相对于合金弹头啊，你是真不能理解。还有就是合金弹头，比如说合金弹头里面，合金弹头啊，这个或者说其他的游戏，包括三国战记啊，这个屏幕当中的东西多了，比如说咱们养鸡。合金弹头的养鸡，或者三国战记的撇飞轮，然后撇这个铁莲花。如果这个东西多的时候，屏幕会卡，时间也会卡。合金弹头，你们看我解说合金弹头这个叉或者是2代有摊分的，还有合金弹头4摊分，都是有养鸡。这个养鸡的时候呢，鸡多了啊，这个游戏的质量变大了啊。这个游戏按照他的理解是，按照咱们科学的解释，质量变大了，说明时间变慢了啊，时间变慢了，你们懂吧？啊。但如果说是对吧？如果说是这个，如果说是你看像那个三国战记也是，你放了飞轮、飞盘，满屏幕全是飞盘，又放了铁莲花，这时候你用张灵剑点的时候，张灵剑原本是给你持续几秒钟，但是呢，你如果屏幕卡了之后，啊，质量变高了，所以说它这个引力变大，以导致你时间被拉长，这个你可以多点好几点，可以用科学解释的啊，对吧？可以用科学解释的。这个时间是虚构的，是个概念啊，时间是虚构的。但是呢，这个你们说什么金星时间和什么地球时间，这个又是另一个说法啊，对吧？这个就好比那个苏美尔人，他那个周年记事表，对吧？他苏美尔人的话，好了一个炮啊，这要放一个炮了啊。他那个尼比鲁，他绕这个太阳好像一圈是3600地球年。啊，3600地球年啊，它是这个路子，也就是说，它的一年相当于3600个地球年，是这么个路子啊，那你就没法说了，对吧？那你就没法说了。好了，这是走迷宫啊，你们看一下，啊，这个迷宫你该不会走的话就很嘚儿。好，打死。那你说金星，或者说有的星球。对吧？你像水星，它好像是咱们都是正常这个逆时针绕，它好像是顺时针绕啊，它好像跟这个其他的这个行星不一样。然后它绕一圈还挺慢，你别有的离得近绕的还慢，有的离得远啊，这个绕的还快。经常有这种啊，就是你这个按照你所谓的年，比如说天是地球自转啊，那就是一天，对吧？因为它分日夜嘛啊，你自转了之后会日月。所以说，咱们的记时间啊，都是用地球时间来记，啊，对吧？你可以用地球时间来记。你像现在很多科幻的电影啊，尤其是商业大片，比如说什么
漫威作品啊，像什么复仇者联盟什么的，他们都说英语，这个都是次要的啊，对吧？全宇宙都说英语，日本的动画片就全宇宙都说日语，对吧？他都说英语，然后呢，咱就不解释了。然后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啊，对吧？他们都是用这个公元多少多少年来计时，我也是醉了啊。好，来看看，哒哒哒哒哒，你会不是你们就记住啊，就是基本上啊，所有的这个神学传说啊，基本上现在正统的这个不是神学啊，应该叫宗教学啊，他们都传说中的传说故事啊，所有的传说故事基本上都特别相同，只有细微的不一样啊，包括圣经里的，包括什么古巴比伦，包括咱们说那个苏美尔人啊，包括咱们这个传说什么女娲伏羲，都是有这个故事啊，对吧？这个蛇身，对吧？蛇身这个女相，然后呢，对吧？这个都是这个故事，然后大洪水啊，然后传授知识给人类啊，包括像咱们说那些这些故事啊。好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库巴死掉的时候呢，是一个绿色的蘑菇啊，逼逼赖赖的啊。反正怎么说啊，就是咱们唠到这个时间问题呢，也是打发着无聊时间。其实超级玛丽这个游戏，我个人认为小的时候很多人都通过关啊，包括我都不知道小的时候我不记得迷宫是怎么通关的时候我都通过关。然后呢，这个游戏本身的难度真不大啊，但是呢，想要速通真是挺难的，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不断的人在挑战这个速通记录。就是现在的人脑速通已经跟 TAS 的这个速通的时间是一样的了，这就说明就是 TAS 它的方案已经是到这儿了，而人脑的方案呢可以跟 TAS 同步。你想想吧啊，这个已经非常恐怖了啊。好，丢丢。好，这里面都有技巧啊，你有的时候该刹车要刹车，不是说你一直摁住加速就是对的，该刹车的时候啊，你摁住开枪那个子弹的时候是加速，刹车的时候是要刹车的，不要控制的啊。这个之前咱们看那个有一个物理学家，他好像也做纪录片的嘛，他就给你解释嘛啊，比如说咱们现在距离这个地球，咱们地球的时间啊，不用管，你不用管地球的地球年、地球时间什么，以耶稣诞辰为公元元年，这都不用算，你只需要知道现在正发生的事儿。比如说现在一个外星人，他跟你正在面对面，你俩的时间其实是一样的啊，你不用管他在哪个星球上是多少时间，至少他现在跟你在一起，你俩都不动的情况下，相对不动啊，你俩相对不动的情况下，你俩的时间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说如果它动的话就不一样了，那么我们放大一下，比如说就把这个时间啊，如果它距离这个地球可能是100亿光年啊，这个光年是一个距离啊，这个大家伙都了解的，100亿光年啊，距离非常远。这个时候呢，这个外星人，如果他向着咱们地球相反的方向跑啊，他如果不动，咱们也不动，那么咱们的时间是一样的。如果咱向咱们这个相反的方向跑的话呢，他的时间就会，对吧？他就会，如果他能同步看到地球的话啊，假设他能看到地球的话，他跟现在地球的同步时间应该是这个古代的时候啊，比如说秦朝啊、夏朝啊，咱就是你看他走的速度多快啊！如果他向着地球这边骑自行车或者跑步啊，距离咱们对吧越来越近，虽然说也近不了哪去，但是这个时间它运动了，因为它运动了，所以说时间变了，所以说它的时间就可能是未来的几百年或者上千年，反正是这个意思啊。好，来看看，这已经是到这个环节了啊，这一顿嘚，感觉不控制啊。其实我觉得马里奥在水里面根本就不需要喘气儿的，你看关键根本就不需要喘气儿。牡丹江房价掉了不少是吧？对，全国房价跌幅第一，也就是说这个城市的人口都快流失光了啊，所以说我真是后悔了啊。不过呢，其实说是跌价吧，是成交价跌的，也就是说现在房价呢听起来还是很高，但是有价无市
啊。什么叫有价无市呢？就是我说我的房子能卖1个亿，但是没人买啊，就是有价无市啊。好了，我们看看现在这边是7-2啊，不对，刚才那个迷宫是刚才那个啊，现在这个第7关的迷宫是最难的，兄弟们，整错了啊。马里奥适合生存，一个水管工，他虽然说有气泡，他又不是阮小二，对吧？阮小七儿，阮小七儿呢，据说呢活阎王，他可以在水底下待7天7夜啊，我感觉他人都泡芙呢了啊，这个有点吹牛逼了，但是说这个意思。好，0秒，正好卡住了他这个马力时间0秒，然后呢直接过关，这样的话没泡。好了，不是你们不要误会，房价跌幅第一和房价这个最低是两码事儿。就是说我房价虽然说还是挺高，比鹤岗要高得多，但是我是曾经比现在高很多，我跌的最高，而不是像你们所理解的这个房价最低啊。牡丹江现在房价跌幅最高，也就是说意思就是牡丹江房价最低呗，不是啊？那你误会了啊，那你就是整错了啊，你理解错了。比如说有一天假设啊，有一天上海，对啊，上海的房价，比如说它从5万跌到了3万5，是假设啊，就是当然不可能的，我就说这个意思啊。假设它跌的，那就是跌幅对吧？已经很高了吧？跌幅了%多少啊？这个就已经很高了。无论是实际的金钱数还是它的比例数都很高，那么它就是跌幅对吧？跌幅最高。但是你不能说它房价低啊，3万5照样还是高啊，对吧？我说这个意思啊，你们不要误解。好，山东盒子朝鲜啊，牛逼，666，我的宝贝儿是吧？这山东曹一环是吧？曹一环有钱啊。好，来看看，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关呢，最后一关其实大家伙看的都很多。第1关、第4关、第8关是所有玩家最了解的关卡，而相反呢，你看啊，像什么第2关的第3关开始，然后到什么第3关整关，然后呢第4关的这个后面的关卡和5、6、7关，很多人都不了解啊，其实也没啥不了解的，无非就是地图不一样啊，再加上后面的那个迷宫不一样而已。好的，来看看。8-3，这个到最后啊，咱们还是有水关的，就是你要走迷宫也要走水关。小猴，这个小猴耍杂技啊，这个确实有点东西啊。那个电话机射出子弹能好的，直接就变小了，兄弟们，一手变小，这是有说法的啊，它是有说法的。直接走，感觉这个变小了之后能看出来，他不是拿头去撞那个砖块，他是拿手，用手打砖块啊，没毛病，直接进去。光年是检测智商的单位，不是啊？光年是什么单位？光年是事业单位，合同制单位啊。好，反跳躲鱼，然后直接走，这也是水关。超级玛丽有第1关、第2关，还有水关的音乐。第3关应该跟第1关是一样的，然后再就是第4关的那个，比较紧凑的那个比较紧张的音乐了，就这个啊，这个音乐。背景图应该就这4个音乐，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直接好打开，终于是吃钥匙把库巴扔下去。这个公主长得真的，说句实话啊，太磕碜了啊，太嘚儿了。好，那也不多说，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我们大伙的收听。如果大伙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就下期再见吧。